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大舅。那在疫情期间，在美国有一家华人的这个创业公司毅然崛起，叫做 We。突然一夜之间，所有的华人都在想，我怎么能够买到生鲜，怎么能够在 We 上抢到自己想要的商品。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继续采访 We 的投资人，来自 iFly VC 的沈汉师兄。那这里呢是硅谷大舅频道，在这里我们向全世界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那沈汉，请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舅好，大家好，我是沈汉 iFly 基金创始合伙人，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交流。好，那我们现在先聊一聊 We， 然后等一会儿我们再聊一聊你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理念，好吗？那么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了沈汉是怎么从这个商学院毕业之后进入到 VC 这个行业，后来呢又如何创立了自己的 VC， 叫 iFly.VC。好，那这个 We 这个 case 你是怎么发现的？那我相信你发现它的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因为它火起来，最近这个疫情给它怎么样呀，点了一把。那你当时怎么想要投资这个项目的？好，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自己这个基金投资策略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行业的学习研究理解，加上对自己的一些投资策略的建立架构来指导我们投资。所以我们一般不会说，哪天建了一个项目，感觉头脑一热，咱们就砸下去了。这样的事情呢是不会去做的。第二点呢就在于在过去好几年的自己投资的经历过程当中，一直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前几年大量的资金涌入硅谷，涌入这个创投圈，有相当多的所谓的风口的概念，动不动就融得很高的估值，一堆的资金追捧，很多纸面上的独角兽。那么我在一直做思考的在于，就资本市场的火和冷，这都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过程，这是有一个周期的。那整个不管是美国也好，世界各个市场也好，它的经济也有它的自己的特点，也不指望经济一直的上行或者股市一直上行，资本市场一直的火热。那因此过去几年一直想在问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如果大概率发生了经济下滑、股市崩盘各种各样的黑天鹅事件，有什么样的一些赛道有潜力能够抗周期？那这个答案就显而易见，就是和衣食住行的基本面和消费的基本面的这些民生相关的机会。尤其是在经济面临挑战的状况下，大家收入如果降低了，大家对的这个衣食住行的性价比的服务的提供要求会更高。所以看过去美国08、09年也好，01、02年也好，虽然是经济股市受到重创，但是往往有很多跟衣食住行相关的一些行业，不光是非常好的度过了难关，而且借助这些震荡脱颖而出，因为很多弱的竞争对手死。那么第三点的话呢，涉及到生鲜这个赛道，那我相信这个根据第二点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再差的市场环境，大家该吃的吃，该买的买。那么我们这边就包括我个人在内，从看生鲜大概从2013、14年就开始有接触。那当时看了一些团队，其实也没看出所以然，就没有去做任何的投资，也下不了这个决心。那之后的几年当中呢，其实也不断接触新的团队，有的是做 to B 的，有的是做 to C 的，东海岸、西海岸、芝加哥、Texas 都接触下来。那等到了18年年底投 V 的话呢，其实首先在这个行业的理解认知都到了一个点，再加上这个 V 本身自己的很多在当时表现出来的一些吸引我们的亮点，所以使得我们在那个时间点，虽然所有其他投资基金都把 V 给拒了，但是我们在当时成为他那一轮的唯一的一个投资方，所以有这么一个背景的经历。其实听你刚才讲是这么一说，就是你首先你预测这个经济的形势，对吧？经济有上行有下行，然后你觉得这下行的情况下呢，最基本的需求反而是重点，衣食住行，就是不管经济上行下行，这种最核心的需求是不会被怎么样，也不会失去的。所以在你当你觉得经济有可能会下行的时候，你会注重投这个地方，不是追热点。那在衣食住行里面有发现了无疑啊，你接着说。对，因为就是没有人能够有这个能力说精准的预测什么样的时候、什么样的时间点、什么样的事件触发了经济的震荡，或者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大的变动。那么，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有很多的项目它必须通过一轮一轮的资金才能存活。那在衣食住行这里面一些民生的消费行业有很多的项目呢，包括我们自己投的项目，它如果经济出现一个下滑，它自己有很多造血的能力。那我说从投资的风险管控来说，也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让这些团队大概率的度过难关，这也是一个投资的必要考虑的一个维度。你其实并不是说预测经济一定会下行，只是说不可能。它反正某个时候总会下行，不知道现在，也可能是3年后，也可能5年后，但是它总是一轮一轮要融的。当你融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它一旦下行了，那它就取到一个很有抵抗力的位置。
必须要有这个能力，对吧？就是过去就从12年、13年开始，这个硅谷资金涌入越来越火。那这个大趋势，如果你把握好时间点，对吧？这个甚至公司没有 IPO，你卖老股赚到钱，这也是一种本事。但是呢，我就说从投资角度来说，不能只是一心想着水涨船高，这个大势所向，这个一片大好，同时也得把这种潜在的宏观的、微观的风险因素考虑进去，在这些点上能找到一些合适的投资机会。所以从这些维度来看这个问题。好的，那接下来就说到 V 这个话题。首先，生鲜这个速递这个事情哈，在中国我知道是挺火的，在美国呢，其实也还是有它的，就是已经有大的这个 player 在这个地方，对吧？Amazon Fresh 啊、Instacart 等等之类的，虽然形式不一样。那在这个时间点上，你依然选择去投资了 V，且这是一个偏华人、偏亚洲的这样的一个垂直的这么一个生鲜的这个速递吧？你当时是怎么样一个考量？从 market 的角度来说，是这么一个想法，就是不管是早期投资，还是哪怕大公司自己之间做竞争，其实一个策略很重要。那么生鲜电商这个题材呢，不管是中美很多其他国家也都非常的热，疫情其实也让大家看见啊，生鲜电商好有机会，所以一堆新的资本就开始涌入。但是回到这个事情的实质，生鲜电商的创业，那在我们看来不简简单单只是说生鲜加电商，或者是零售超市加上一个配送那么简单。那么我们就先来分析一下零售配送这么一个题材，对吧？有很多的就是送货小哥这样的这个团队去跟生鲜的超市，对吧 ？Safeway 啊、Whole Foods 去合作。但问题是，首先生鲜的零售就已经是利润相当薄的一个行业，经过那么大几十年的这么一个竞争淘汰下来，行业里面给生鲜的这个净利润是有限的。那后来你作为一个派送的做配送的一个团队，做跟 Safeway 跟 Whole Foods 做，你要有很大的一个 take rate， 对吧？每一笔我要吃你2层3层，那其实没有多少利润，从零售角度来说呢，可以分给这些做配送的。那因此，我们纵观这个至少美国的市场，所有做生鲜配送的，他得从用户这边收取相当多的费用来覆盖它的成本，很贵。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很多平均一单15到20美元都是很正常的，甚至我知道有些东部的一些生鲜，它是要买满100美元还得加15%的这个配送费，你买200美元照样加15%，那这就非常这个可观的这么一个成本。那么对于大部分美国家庭来说，一个月如果为了一个配送额外付出的这些成本来说，对于一个大部分普通的美国家庭是一个相当重的一个负担。这是为什么解释了，就是过去2个月疫情相对在纸面上似乎缓解一点，很多所谓的这些超市又开始开放供应以后，很多的这个做配送的公司这些业务就大幅上涨，这能够反映出来，就是对于这些目标用户的价值体现是有限的。我可以追问一句吗？那可以这么理解为，就你经过这个经济上的判断，从这个利润率角度来说，你是不是说意味着你并不看好像 Instacart 这样的公司的长远，觉得这个商业模式其实是不挣钱的，是不行的？它如果纯粹是从用户这里收钱来覆盖它的配送成本，然后跟这个零售有分开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一个形态。那当然 Instacart 在这个体量，它现在自己也想走的路线是说通过做广告，对吧？你打开它的这个界面以后，你是卖这个西瓜还是那个什么什么冰红茶？那其实这里对它来说有很多广告的机会。那么这条路对它来说能不能走得通，能够真正的这个更好的盈利，这个拭目以待。好，那沈航老师刚才你分析了 Instacart 这个情况，那其他的这些什么沃尔玛呀、Whole Foods 的情况，你们分析一下吗？对，沃尔玛、Whole Foods 虽然它的体量很大，资本和资金都很雄厚，乍一听啊，他们想干啥都能做成，这是很多这个不管是创业也好，投资的一种心态。但是仔细去分析这个问题，就是在零售行业或者零售加到一个电商，不简简单单只是一个开一个网页做一个 App 这种 APP 这种形态，很关键一点是所谓的选品，也就是这个行业里面叫做 merchandising。沃尔玛当年能够做起来，很大程度上它的选品上的这个能力。包括今天我跟沃尔玛的一些朋友聊，有些人他们在那里做彩电，一个26、7岁的一个那个沃尔玛的同事，他一年在他手上关于采购彩电，就是电视机这一个业务，他手上能够经手1亿美元以上的一个业务量。那跟他细聊的话，他在采购上面怎么采购，怎么卖，卖给谁，什么时间点，什么地域，其实这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排列组合，使得他们在这个赛道上面还是有竞争优势。那么同样的，那回到这个生鲜这一块，如果看生鲜，只是心里想着一个生鲜电商的网页，加上一些什么补贴，加上一个配送，就成就了一个生鲜电商，在我看来这个命题是有限的，是有价值的，价值是有限的。那所以说在这个点上，我们来分析生鲜电商去跟大的这些 Whole Foods、Safeway 也好，和 Walmart 这个 Amazon 来 PK 也好，不能忽视一点，就是在于 merchandising 这一块。明白。就在想说，那其实你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线下的超市，比如说 Walmart，比如说 Whole Foods，他们想做成生鲜电商的形式的话，它原有的线下的选品模式不一定完全适用于线上的形式，所以说线上的公司
有它一定的选品的至少是知识层面上的一些优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你在后面的运营也好，获客也好，配送也好，所有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要做出差异化。只有这一个实现以后，你才能让用户的体验在方方面面能够让用户吸引到你这里来，不光产生了这个转化，还有将来的复购。所以抱着这个理念的话呢，我觉得就是生鲜的赛道也好，很多其实零售包括电商也好，都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去进一步的琢磨。今天我们当然是谈这个生鲜这一个话题，做一个主流的话题来谈。但是从投资角度来说，这里面很多细分去看明白、看透彻，我相信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机会和赛道可以涌现出来。好的，所以刚才我听到大概这样，首先 Instacart 这种形式，按照原先的这种形式来说的话，它的利润率太薄。然后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已有的比如说沃尔玛或者是 Whole Foods 这种，他们只是把自己的线下商店放在线上就做这个电商呢，也不是很合适，因为他们本身不是有这种电商的选品的这种模式和运营的模式。那么现在我们就切入到无一这个地方，就你为什么认为无一这个形式是一个可行的形式，特别是你还做的是一个华人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无一呢，其实首先修正一下，它不光是卖给华人，它面向的一个用户群体整个北美的亚裔。说起来亚裔人口也就小几千万，但是一年在北美这个生鲜市场里面贡献了600亿美元的消费能力。那600亿美元，它同时的话呢，服务水平又很差，对吧？这个我们不用具体去指名道姓说线下店怎么样不好，但是普遍的问题是距离远，对吧？哪怕在湾区，很多开车去最近的亚裔超市，开个30分钟的车是至少的，更不要说你偏远的一些地方，华人和其他的亚裔人口在这个 access 上面就有很多的问题。我先打断一下，你说到600亿的这个每年的消费，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样的数字？是说3%的亚裔贡献了高于3%的这个生鲜零售的数额吗？对的，亚裔在这块不管是文化也好，就是可支配的收入也好，其实是远高于一般的美国家庭的。所以亚裔的一个在生鲜方面，亚裔比起一般的平均美国家庭在生鲜方面多花20%的这个钱。对吧？所以说虽然它是3%，但在实际上的消费可能比3%还要再多一些，比如多一些啊等等之类。对，那我还问，那就算3%加20%，也最多不是4%，听上去好像还是不大。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值得投资呢？那百分比是一个数字，但是我说600亿美元这个体量，加上它是目前的总体的服务效果很差，那么这两个因素，使得我们相信这里面肯定会有人会想到方法把它做得更好。相当于说这个市场是一个值得 disrupt 的市场，因为现有的服务不够好。绝对的，对吧？只要这个市场有足够的吸引力，它还是存在这个 underserved 这么一个状况。那即便不是无疑，那有其他的团队可以把它做得更好。那如从风险投资者来说，因为我知道风险投资希望投的是大的体量的东西。如果说这个赛道，比如说你刚刚讲的600亿的这个，你投成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公司，比如说是无疑吧，如果还有涨到一个很强的一个 disruption 的一个情况，这个估值会高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个东西当然很难说我来去给它推断，这个不是一个$1 trillion的公司，对吧？这个离 Google、Facebook 的体量又很有限。但是有一点就在于我们做早期投资，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你是想做成一个$100 billion的公司，对，还是做成一个10 billion 还是一个1 billion，对吧？这个里面很大的程度上在于你在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价位进去。那种超级火爆的赛道有很多的这种明星的创始人出来。我自己的投资生涯当中接触过一些项目，一上来这个1亿、2亿美元的估值，那么又是高风险，那能不能去给投资回报带来一个好的，就是通过这个 risk justified 这么一个 return， 这是很大的问号。有的一些火爆的项目创始人也是这个多次创业的明星，一个项目上来5亿美元的估值，那请问这样的项目哪怕做成10亿、20亿、50亿的估值退出，这个风险和潜在的投资的回报是不是一个投资人愿意去承担的？这是有很多的问号在这里。所以我想，其实作为投资来说，这可能就是抛开这个无疑本身来说，要想明白了也是符合自己基金的一个投资策略。这点对于我稍微多问一下，那就是说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有的是超级明星级的Facebook 这种公司，也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大体量，但是它依然值得投。它为什么值得投呢？是因为我可以理解为是因为买的时候比较便宜吗？可以这么理解吗？所以你的 growth 依然很高。当然这个 upside 会有很多，对不对？但是还有一点就在于你的投资，你是投个5万、10万。还是说你重仓能做进去，因此使得你这个基金管理层面来说，你的单笔的投资它潜在的回报和对于这个基金层面的回报的一个影响，是需要每个基金GP 来想明白的一件事情。明白了，就包括你的投资量有关系。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投这个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但由于你投的只是一点点，你投不了很多在里面，那对你来说是的，挂个 logo 而已。对啊，
你方格 logo，比如说你在里面占1:6的比例，这个公司哪怕上市了，给你赚了100倍、500倍，但是我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象你这个投资组合里面有200家公司，你赚个100倍，你连一半的本金都没回来，对吧？所以说你这边投资策略就是争取要投大的，然后呢，如果说量不大，但是能从赚钱角度能赚到实在的钱，是不错。必须这样，因为我想从基金的管理上来说，有不同的路线可以打法，对吧？那么很多人说在硅谷做基金，做1期、第2期基金其实也不容易，对吧 ？LP 愿意把钱交给你管，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信任和支持。但是很多基金呢，就基本上能够做2期，做不到第3期，因为你跑了2期以后，3、5年下来，数字摆在那地方。如果这个数字也只是一个mediocre，那就很难跨过这个坎去做第3期。那从这个维度上来说，我们这个基金当然也有很多的 mission 要帮助这些被投企业，但是很重要一点，基金层面也必须要有好的回报所以我们到现在就是把无意的最新一轮这个估值的上升算进去，我们基金层面的 net IRR 做了80%整个基金层面这3年多下来已经翻了5倍多了。那么在16年同期的基金，就是美国的这些 VC 基金，横向比较下来，我们的这个业务的投资回报率的数据能够排到前5%。好的，好，我们刚才我插言，我们再回到讲到好，没问题。好，那这是说市场的情况，就你觉得虽然只是针对亚裔市场，但这市场依然足够大，值得投。然后其他方面呢，比如说团队，比如说估值，当时你是怎么考量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到无意的自己的这个业务形态，那么从消费者来说就知道他现在服务区里面1个礼拜7000都给你配送，你买满35美元他就给你免费送，对吧？这是从消费者来看。但是在背后的话呢，它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有差异化。这第一点刚才提到了，它并不是去跟线下的超市合作，它自己有自己的采购团队和能力，而且它做出了自己的一个打法。所以去年1年到现在，就是它经手有将近上万种商品，这里面有1/3以上的商品是一般的线下超市买不到的好东西，对吧？很多时鲜的，包括现在夏天的一些水果，它能够把这个大的供应商这边的货能够给卖断掉。所以说在选品上也好，在这个就是跟目标用户的这个连接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一点。那到了这个仓储这一块，其实很多人知道grocery 这里面一个很大的痛点就是损耗，因为这个菜你放在货架上放1-2个礼拜卖不掉，这剩下的菜那肯定就是损耗。所以对于不管是世界各个国家的这个生鲜超市它的损耗往往能吃掉好几个点的利润。那无意自己的一套打法使它的这个损耗几乎为0。运营好，这个差异化很大。那么还有在获客这一块，那么大家也会看到他在一些微信或者是一些Facebook 在做这些社交的活动。那简而言之，这个简单粗暴来说，他的获客成本要比同行低个80%以上。有限的资金能够做出更好的效果。它的复购率在所有我见过的电商当中，包括现在已经做得很大的，都是名列前茅。它如果按每一周的这个cohort来看的话，在1年前进来的这个 weekly cohort， 过了1年以后，还有很大的留存。那最后做到配送这一块，就刚才讲的，不管是这个其他的这些行业里的一些打法，那么很多还在推。无意这边它35美元满购就给你免费送，即便在这个情况下，它还能够使得业务能够实现盈利所以这个每一个环节我们就是能够来点到的这些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它自己的独到的地方，都有它自己一个优势，最后综合起来使得它这个业务层面，其实这个公司层面已经是实现盈利了。所以可以说就是无疑这个公司你看的时候，你投的时候不是说我看什么人或看什么，其实你就看数据，对吧？数据拿出来看是不是盈利的，是不是有好的运营的这个效率这样子。是这样，就是当然是在投这个18年底投无意的时候，当然公司层面还没有盈利。但是我想这个就是我觉得做投资其实看数据也好，不看数据也好，看数据的在我看来很重要一点，这个数据它后面意味着对于它的市场的这个定义和差异化也好，对于它的运营管理的方式也好，就要结合起来去看，去理解它的这个流程可以提升的方向，接下来对它的经济效益，对于单位经济的一个影响力。那在当时是把这些问题能够看清想明白，这是我们投资它的一个很重要一点。当然其实待会儿可以讨论就是团队，这个团队绝对是重中之重，这个不可能说只是因为看了数字好，这个团队就忽视，这里面都是有相关性的。那现在就说团队吧，你对团队怎么看？团队呢，我觉得其实是无意这边一个大亮点。那么我们跟创始人就是 Larry 他的这个交往并不是说刚刚18年才开始，我跟他其实16年就有接触。最早可能尤其是湾区这边的一些朋友也知道，最早的无意的形态是做社区团购甚至这个周末你还得到某一个团长家里去拿这个菜。那么当时16年春天跟 Larry 开始进行交流，那说白了这个我一点都不否认，这个数字非常吓眼，对吧？这个太亮了。
这个一看就知道这个值得好好看。但是当时呢，心里过不了的一个坎就在于团长这个业务形态。因为这么讲大舅和我Larry，我们3个人都是很靠谱的人，我们做团长那个耐心负责，有求必应，对吧？给大家的东西也是好的。但是第4个人，谁知道他是什么人，对吧？他是10包菜里面把第11包差的卖给大舅，大舅肯定心里不爽啊。那你在小的时候，这个问题好办，你可以管控。到了大的时候，这个每一个人在这个节点当中占的权重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这个业务模式的缺点就在于，我觉得在于 scalability 吧，就是可拓展。一点不假。你就2、3个人你好控，一旦要扩展 scalability 的话，那么这个业务模式的质量如何控制就是它的挑战。对的。所以这个只是其中一方面，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考量。所以我当时16年呢没有投，但是这个数字是很好看，所以分分钟对吧就有投资基金投了它。那么但没关系，因为我这个人的投资的思路是我也不去这个刚才说过追风口，是吧？也还是要最后自己做独立的判断。那么没有投，但是17年其实这个公司在团长这个形态也受到重大的挫折，是吧？很多团长各种质量的问题，用户的反馈，很多人粉转黑啊，那包括其他是吧？这个不是说自己先知先觉，事实上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还有很多超出我自己意料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从一些朋友圈也间接了解到，但是17年呢，其实我跟 Larry 一直没有接触。等到了18年，再到了8、9月份再接触，其实后来就知道他们在经历了各种磨难的情况下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有2点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第一点，就是碰到了磨难，碰到了挫折，有些团队就烂了，就分崩离析了，是吧？其实当时无疑再困难的情况下，团队的核心成员一个都没有跳槽，没有离开，不放弃。那甚至呢，包括 Larry 自己卖了房子，还有其他的这个创业小伙伴，有的3、5万的这个凑钱出来支援公司，就是熬死磕，是吧？那么甚至最惨的时候，他们离这个 payroll deadline 大概就差4天了，在这种刀尖上面来就是坚持，我觉得这种韧劲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觉得硅谷在前几年水涨船高，资本市场火热的时候这个有很多的 CEO， 那当然非常能说，这点我很佩服。但是抗挫折的能力、经历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一旦碰到事情就打回原形。所以我对就是经历过一些磨难历练的这个创始团队，我是很认同的。但是呢，这个世界上光靠苦干又不够，是吧？我们其实苦干的人也很多。那么在这个点上，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第2点，就是 Larry 和他们的团队没有说死脑筋说再融钱，就纯粹是继续维持这个团长的模式。那其实 Larry 他自己做了很多的一个分析，在其中有一个核心观点就在于，之前头2年这个东西火爆不是因为团长这个形式，关键点是在于让用户买到他们要吃的好东西，同时价格还合理还便宜，这是一个核心价值所在。那所以在当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依然做了一个转型，就是做自己的自营，就是大幅度的把业务这个整个从供应链、采购、库存管理到配送全部自己来做，就是一个端对端的一个服务方式。当然这个转型很困难，但是呢，他们也有幸运的地方，包括在当时还有人这个加入他们，其中有一位就是现在负责他整个运营管理这么一位叫 Julie， 他呢其实是在德国多年的跟食品冷链供应链、仓库管理、配送这方面的一个资深的专家，那么他搬到美国来以后，在当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加入了 Larry， 所以加入了这个团队以后，Julie 在这个转型当中，在运营当中也产生了重大的这个作用。那么说 Larry 是很强的领导，他能够在困难的情况一般能够笼络到非常优秀的团队。是的，对，包括他的工程师的团队，对吧？这个都是跟了他很多年的这些大将，都是一个顶级的来做贡献。所以当时在18年年底跟 Larry 同时去聊这个过去的发生这些事情的话呢，我觉得很重要一点，一方面我除了是对他们磨难的这个经历有一个认同以外，对于 Larry 这个认知的加深，他的这个做事的这个决断力，其实有很大的极度的看好。那还有一点，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一个细小的地方，就在于其实我当时觉得跟他聊了以后，没有说2个人因为什么我16年没有投他，把他拒了，彼此之间有任何的这种sour bitter 的感觉，对吧？反而是经历了这前后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是彼此更加的认同。所以当时没有其他基金愿意投，一个都没有。所以18年12月份 iFly 我们基金是唯一一个重仓投资投 We 的基金，而且我们在那一轮投资之后就成为了 We 的第2大股东。目前最新一轮之后，我们现在还是他第二大股。最新一轮你能稍微介绍一下吗？对，在我们投资之后的话呢，这个业务就是按照他自己的原先的规划方向，也是稳健的往前发展。那么到了19年年底，
准备再去融这个 B 轮。所以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也帮着 Larry 和团队把这个思路理清楚，甚至这个材料的准备。那我个人的话呢，也在之前去打一些前站，做一些所谓的 soft marketing， 对吧？所以我们有了这么一个 short list 之后呢，很快就是一旦启动以后，很快就跑起来了。当然，我觉得这里面我不想是作为投资人不想动不动说啊，我们这是什么 value add。其实这方面我向来认为，一个公司做得好，这个投资人永远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团队自身的能力和他的业务发展。所以呢，我们推波助澜的是找到投资人，然后每一次的交流当中，其实我帮 Larry 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说，就是这过程当中的判断呀、分析啊、融资策略也好，那么所以在以前每一轮融的很困难，但是19年年底这一轮的话，就10个礼拜不到时间，从见第一个投资人到交割也是做得非常的迅速。那么前后后，在我们投资之后，有美国这边的光速资本，有 VMG，VMG 呢也是这个美国的老牌基金，专门投消费这一个品类，在旧金山。那么有一个中国的资本叫做 XVC， 他们尤其是投生鲜和消费这个赛道著名的。那么最近这一轮的话呢，也是世界闻名的一个大基金叫 DST， 领投了新的一轮。那么说到最新一轮的话是这样子其实过去这段时间一方面无亿的现金流也是正的，同时也实现了盈利，所以从纯粹的资金的需求上来说，并没有这么一个强烈的动力，说一定才融完 B 轮之后很快半年时间再融 C 轮。但是一方面我觉得投资人对无亿的兴趣是日涨船高，有很多的主动找上门来，也有我这边介绍的一些基金。但是另外一点的话呢，我们也是想好，就是在以什么样的情况下，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时间成本，能够多融一些钱，在这个资金就是在自己账面上面能够更加的充实一些，对吧？这个也是一个考量的一个维度。哪怕当时想，如果新进来的投资人，要么不管是 term sheet 不靠谱，或者是投资基金不靠谱，那我们可以 walk away， 我们没有这么一个就是必须要为融而融。但是呢，这个执行下来效果非常棒，12天之内，就是这一轮的启动之后，12天之内拿到了4个 term sheet，都是世界一流的大基金给的 term sheet。那么最后我们看到很多DST 能够给无疑带来一些额外的一些辅助的话呢，我们董事会每个成员其实都认，也就很顺利的把这一轮给完成。如果对有些听众不了解 DST 的话呢，它也是过去10年当中这个异军突起的一个大基金。他们是在 Facebook 也好和其他很多世界著名的一些项目，在 B 轮 C 轮这个阶段进入的好，那是不是融了资之后招人了？一直在招人。其实这个团队不管是 VP 层面也好，还是到这个送货的司机也好，不断的在招，所以欢迎有兴趣的小伙伴去接触交流一下。那么像在 VP 层面，财务他们招了有在 Safeway 工作17年的财务管理人员的这个经验来加入做他 VP of Finance。HR 这一块因为在美国腾讯、华为多年人力资源管理经验的一位女士来加入进来。其他的包括产品增长。那么其中还有一块值得说的就是我们董事会层面增加了一个叫 Tom Dillon 的一个独立董事，他是 Netflix 以前的 CEO 他在这个行业，在不管是物流、在仓储、在各种运营方方面面，有他的人脉和资源，包括他自己的认知。所以这些新的团队的新的人加入以后，对这个无亿的业务的也是一个推波助澜，这个能够在疫情这种状况下，能够同样的把业务给做好、做大、做强。好的，既然现在这个无疑在扩张，而且呢，加上又是不知道能不能叫做疫情话题公司吧，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考虑加入他们公司。好，今天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所以我觉得差不多我们要打上一个句号。我觉得今天非常好的一个收获就是，我觉得沈航老师跟我们详细捋了一下是怎么投资这个无疑这个项目的，因为无疑这个项目最近就很火嘛，在疫情的时候，如果上市了就叫疫情话题股，对吧？如果没有上市，我们就是疫情话题公司。所以说也非常荣幸有机会请到沈航老师，也希望这个 iFly 的这个以后的投资呢也会越来越好。我觉得今天我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获吧，就是一个是不是去追求一些这个特别fancy 的也新的概念，而是去看一些这个衣食住行的这样一些项目比较能够抗跌吧，对吧？看这个经济的下行。另外一个就是你讲的，有的时候一个 vertical market， 就比如说亚洲市场可能不是很大，但是也足够去投资了，也只要是看整个这个基金的 ROI 能够给企业带来的价值，不是说只是一定要去追什么像 Facebook 这样的大的项目，可能你也不一定能投到多少钱进去，也就加了一个 logo 而已，并不是很有意义。从投资角度来说，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差不多到这个地方了。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记得给我们点赞，然后怎么样感谢大家在 B 站给我们的3连，然后呢
在 YouTube 上，如果你关注我们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就会收到推送，就不会怎么样，也就不会错过了。就像怎么样 ，We 怎么样推送食物给你，那我们 YouTube 呢也会推送怎么样 notification 小铃铛给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的节目啦，现在屏幕上大家看到有一个二维码，这个是我们的读者群，大家加这位小同学，他就会拉你进我们读者群。我们读者群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分享，我本人也经常在读者群里分享各种各样的文章给大家。那今天特别感谢沈汉老师，那最后沈汉老师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的吗？好，这个谢谢今天大舅的时间，也谢谢各位花时间听我们这个交流访谈。那我想再插播一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基金和包括 We， 就是其实接下来往下去走We 它有自己的几个发展的方向一个是地理位置的一个扩充，所以刚刚他们2个礼拜前也在像东部、新泽西纽约开通，他们在华人像韩国人以外的这些亚裔的人口也在做扩展。那甚至我知道很多非亚裔的朋友也是成为他们的用户，包括我自己商学院或者商学院他们那个 Y Steam 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用户。第3块呢就是品类的发展，就除了生鲜以外，其他的食品、饮料甚至日常的消费品。那么我想说，在跟 We 相关的里面的话，其实我现在个人很看好的一个方向，就是跟任何的少数族裔的创业的话题，或者不管是少数族裔的需求，去开发新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服务体系，或者相关的产品，对吧？我甚至在想，这个我随便举个例子，这个做包子、做饺子，有没有可能做出新的品牌、新的口味，更好吃、价廉物美？在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创新。那同时我说在做一个广告的，就是如果投这样的项目，我的渠道都帮你找好，就在微上面卖，大家去共赢，是吧？这里这是我最后插播这么一个广告，供大家去参考。这个很有道理啊，你自含渠道，自带流量型投资人。对啊，可以的，我现在就去研究一下怎么做包子，我研究好了找你投资。好，谢谢沈汉老师，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那大家下次再见。好，谢谢大家，拜拜。